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武石江。夏天开车，空调不冷是个大麻烦。那么，在决定送去修车行检修前，我们是否可以 DIY 检查甚至修复呢？答案是肯定的，而且80%以上的小毛病都能徒手解决。这样既节约时间，也可以节约一点零用钱。今天我用这台油电混动 Hybrid 和一台传统的汽油车跟大家做演示。我总结了用于 DIY 的方法，一共6点，分6步完成。找到毛病为止，并且不需要任何特殊的工具或者仪表。第一步是检查保险丝。一般汽车有2个保险丝盒，一个在发动机所在的前车厢里面，另外一个在车内仪表盘的下面。一辆车的保险丝少则40-50个，多则70-80个，甚至更多。任何一个电动部件坏了，我们都可以首先检查相应的保险丝是否断了。空调器的部件也一样，通常有3到5个相关的保险丝安装在前车厢里面的保险丝盒子里面，盖子上有明显的标注，所以呢很容易辨认出来。我在这里用图给 DIY 的新朋友判断保险丝是否断了，提供一些参考。空调的电动部件有空调风扇、冷却风扇、电动压缩机、加热器等等。第二步，检查制冷剂是否泄漏。在启动制冷空调以后，主要观察湿液镜里面的制冷剂的流动、起泡、起雾、透明度等等。我在前期视频当中演示了观察的方法和步骤，下面说明区呢有视频的连接供大家观看。第3步是检查空调压缩机是否启动。这个 Hybrid 车的电动压缩机在下面很难很清楚的看到是否运转，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噪音与震动明显的感受到。汽油车的空调压缩机与发动机之间有皮带传动，只要发动机在运转，皮带一直在转动，但压缩机是否运转还要观察压缩机旁边的吸盘是否在旋转，当然也能从噪音与震动直接感受到。压缩机不能启动或者启动以后很快停机，空调是不能正常制冷的。第4步，检查冷凝器和散热器。冷凝器由冷却风扇和冷凝盘管组成。冷却风扇的常见故障是被异物卡住，需要清除掉。更严重的情况是风扇电机坏了，需要替换成新的。冷凝盘管和散热器盘管表面很容易吸附异物，如灰尘、泥土、树叶等等，最好定期的清洗。盘管的铝齿片非常薄，只有1毫米左右，很容易变形，注意不要用高压水直接冲刷。第5步，检查高低压力传感器和高低压制冷剂的针法。主要查看2个传感器，接线端子是否老化，导线是否断裂，是否需要替换成新的。检查高低压针法是否有制冷剂泄漏，可以用肥皂水或者说洗涤剂水检查是否鼓泡就可以了。注意检查时不要打开针法的盖子。第6步，检查空调过滤器及蒸发器。空调过滤器位于车内副驾驶座位前的抽屉下面，松开抽屉的插销和板扣，可以把抽屉这样提出来，然后可以看到空调的过滤器。这里我用几张图跟大家看看操作的过程，每种车不完全一样，但过程都非常的相似。还有这些是过滤器的外观图，注意过滤器芯有上下之分，以免装错。取下来之前最好做好上下的标记。定期清洗或者更换空调过滤器，可以使车内的空气更加的清新，没有异味，冷空气流动也更加的顺畅，同时保护蒸发器的盘管和风机免受污染。相对而言，清理蒸发器的盘管和风机要麻烦得多，所以我就建议定期的清洗或者更换过滤器来保护蒸发器。关于空调部件的其他的维护方法，请继续关注我的下期视频。好，谢谢你的观看，我们下次见。